和亲郡主2年后被退回，夫君迫不及待给我一纸放妻书。我走当日，他负手立在一旁，安静地看着我将收拾行囊，冷不丁地说：“你贤惠柔婉，放妻书不会阻你姻缘，等你游历山川回来，我自当替你介绍一门好婚事。”我说好。他手一僵，我已将放妻书接过，收进怀中。后来的好多个深夜里，他经常梦中惊醒，盯着我的画像呢喃着：“阿若，你何时归？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走当日，白航负手立在一旁，看着我将为数不多的衣物一件件叠好，放入我出来时那方包袱里。他走过来，平静道：“不必那么急，送亲的队伍还有几日才进城。”我将一支用惯了的毛笔裹进帕子，才抬头看他。今日一出行，我就这点东西，也不用收个几日，过于平静，过于顺利。比起那些官家休妻纳妾，白家赶走一个毫无过错的发妻，只是一句话，一纸放妻书而已。我把平日里常用的几本旧书仔细擦拭，码放在包袱一角，想着还漏了哪些，没发现一旁的男人手中攥着2个丫鬟的卖身契。似是犹豫良久，他终是上前一步，将其递与我：“带2个丫头上路吧，都是你用惯的人。”我知晓他的意思，却只是微笑着婉拒。他们跟着我不定比在府内过得顺遂，留下吧。他又问：“你准备去哪？”我声音如常：“或许先回一趟老家。”他哦了一声，说：“那里穷山恶水，给你父母上过坟后便离开，再另找一处住去。你我夫妻一场，倘或回京城之内，你去寻里管家，他自会帮你。”我点头：“好。”但我想，我应该不会再回京城了。这些恩惠大抵是享受不到的。世事无常，有得有失。如果不是当年那场乌龙，或许我早就回那穷乡僻壤定居了呢。没什么好遗憾的。这些年，我用绣品换来的银钱，将白行一路攻读，打点各方关系。到如今，刺绣的功夫已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无论是繁复的针法，还是细腻的色彩搭配，我都烂熟于心。靠着这一手好绣活，走到哪里也不怕饿死。但我想，就算有一日我事物模糊，再也拿不起针线了，我也不会回京城了。想着，我拉紧包袱的系带，挎在肩头，跟他说：“我走了。”抬脚刚要跨出门槛，等等，母亲在时送你的一幅金丝银线绣成的100年好合图，我们大婚时的一对鸳鸯摆件，底座还镌刻着你的名字，这些你不要了？我恍然：“你替我处理了吧？”他怔了怔，发现我好像对这里没有什么眷念之意，嗤了一声，怎么也不像是高兴。“你叫我如何处理？卖了送了都不合适，留在这里，叫他看见了，也只是徒增烦恼。”我的心口有些闷，那扔了吧。白行终是无话可说，随我出了门。从内院的回廊处到大门的距离，仿佛有一生那么久。我陪着白行从一文不名的穷酸秀才跻身朝堂。府上事无巨细，皆悉心操持，对上恭敬，对下宽和。婆母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般宠着。若不是她早2年走了，今儿这场景，她定会将我护在身后，让白行去祠堂罚跪。我有些想她了，想她给我做的红枣莲子羹，想她劝我做女工时末要太专注，伤了眼，想她在别人说我婚后几年无所出时，她顶着病体也要站出来维护。我儿媳如何，还轮不到你们在这儿说3道4。生孩子本就是夫妻2人的事儿，各有各的造化，你们这般乱嚼舌根，是存了什么心？想他临走前在白行耳旁念叨着，要跟我好好的。可惜他没能如愿。下人们素来对我敬重有加，眼下我要离府，他们聚在庭院之中，踌躇着不知该不该上前道别。我平静地喊他们各自去干活。白行是个重规矩的人，我不愿他们临了还要被罚一道。我走以后，那个被北齐太子晾了2年退回来的郡主就会成为白家的主母。他们要做的是去讨她欢心，在白家才能一切顺遂。相较于我这普通百姓，陆燕这次封的郡主头衔，即便蒙尘，也自带3分贵气。白行身为当家的，需要一位能为白家增光添彩的贤内助。如此看来，我自是比不上陆燕。
被取而代之也在意料之中。只是事情远比我想象中的滑稽得多。纵使不是陆燕的错，前往北齐2年后被莫名退婚，她已声名受损。女子一生所求，不过是个安稳归宿与名分。消息一传回京，白行便茶饭不思。我一眼就看出他对她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没有明说，只是将那封放妻书早早写好，藏在了书桌抽屉的夹层之中。我是在帮他整理书卷时不经意看到的。默不作声地将它放回原处后，我佯装无事地继续手头的活。那时，我把我和他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在脑海里翻了翻，似乎找不到白行不爱我的证据。他是一个体贴的丈夫，会在我生辰时悄悄备下我心仪已久的珠翠首饰，也会在我身体不适时衣不解带地照顾我。平日里见到新奇有趣的玩意儿，总会第一时间想着买下来带给我，盼着能博我一笑。可这是爱的话，为何他一回来，甚至还没有踏入京城，我就出局了？在想什么？大手在我跟前挥了挥，你若是不想。刚在想，快入秋了，你脾胃虚寒，不留意的话容易胃疼。我好像忘记交代厨房的婆子们要给你多炖些暖胃的热汤，你上心着些。其实都交代过了，或许只是想走得坦然，便像唠家常一样随便说说。白行顿了顿，下意识地向前迈了一小步，正要说什么，小厮驾着马车来到我跟前。老爷，夫人，将手中的马鞭轻轻放下，他跳下来，规规矩矩地朝我行了个大礼。夫人，让小的送您去渡口吧。我以为是白行安排的，正想说不必，他却整了整衣衫，略带忐忑地朝着白行求道：老爷，小的听闻夫人要出行，心里就跟猫抓似的，一直惦记着要去送夫人。一大早就把紧要的能提前做完的都料理妥当了，绝没有耽误一丝一毫。白行愣了一下，似是觉得自己过于浮躁，连这些也未安排妥当，便挥了挥手，默许地嗯了一声。如此，我便没有拒绝。上马车时，白行过来扶我，像往日出行那般，稳稳握住我的小臂，力度依旧是恰到好处，带着让人安心的温度。同样的动作，莫名多了几分酸涩，好像一切都变了，又好像什么都还没变。我脑子虽不自觉地放空，却能确定这一走，我跟他就不会再见了。我忽然想起白行中了秀才那年，我还是在街边帮着爹娘卖豆腐的黄毛丫头。放榜那日，街口热闹非凡，众人都簇拥着新进的秀才们。我也好奇地踮起脚尖张望，目光流转间，与意气风发的白行四目相对。他身着一袭月白色的长衫，眉眼含笑。短暂的对视后，是我先害臊地低了头。我从未设想能与他交集，结果却因为一场和亲被白行找上门。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他当时看到我为什么会有短暂的失神，因为我长得像当朝的公主。大招社稷不稳，公主从一出生便随时要准备好奔赴远方，和亲异国。而白行的小青梅陆燕却因长相与公主相似，13岁就被选中为公主替身。皇后派人叫她学习礼仪礼数，只待替补公主和亲。一切尚未定数时，白行还心存侥幸，盼着圣上不走和亲之路，那陆燕便也能正常婚配。等待多年，白行早已接受不了任何意外，遇到我后便生出了让我去换他的心思。那时他并没有表明来意，只是总会在路过豆腐摊时，将当天剩下的豆腐全部买下，会在我爹爹被恶霸打死时帮着我写诉状，陪我一次次奔走于公堂和衙门之间，会在娘亲思念成疾走了后，四处借钱帮我料理后事，会将二老的遗骨带回老家，落叶归根，会把我领回去教我读书写字。明明日子过得紧巴巴，自己科考所需的资费尚无着落，为了购置笔墨纸砚，缴纳束修，四处奔波向亲友差借，已是焦头烂额，却还是花光积蓄请了宫里出来的老嬷嬷教我规矩礼仪。艰难又黑暗的日子里，它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。我沦陷的也并不意外，可后来他还是等到了一纸前往北齐和亲的圣旨，终于将我们之间的体面撕裂，求着我去替换陆燕。
他说已经打点好一切，我要做的便是应下这事儿。他不知这是怎样一种剜心之痛。为了还他的恩情，我流着泪应下。他或许是愧疚的，眼神闪躲着，不敢直视我的眼睛。闺阁学堂内，雕花的窗棂透进细碎的日光。教习嬷嬷将我俩反复打量，目光在陆燕的柔美身姿与巧笑倩脸上多停留了几分，而后微微点头。看向我的苦瓜脸时，又摇了摇头，声音不大不小，都可。又指着我，你还更像些。能站在这里，我自然是像的。我垂眸未语，陆燕却忽然上前一步，在嬷嬷耳边嘀咕了几句。最终，陆燕还是被选中了。我去走了个过场，没能报答白航的恩。发现被带入宫的不是我，白航一时哽咽。我强扯嘴角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换下陆燕。他叹了口气，无妨，你已尽力。我看出他眼里的失落，像是被命运的洪流冲散了所有期许。陆燕进宫后，赐封郡主，白航一蹶不振，日日流连酒肆。我想尽办法见了陆燕一面。我说，北齐太子还在南国为质，还有2年你才出发前往北齐，趁这时间，你能否打点一下，换我去和亲？我还没说，白航需要他就狠狠扇了我一巴掌，不就是延长我的郡主之位吗？给我滚！别再让我看到你这张脸，会气。身份悬殊，我不敢造次，我只能静静陪在白航身旁，看着他每日将自己灌醉，由着他发泄心中的烦闷。待他醉倒在酒肆角落后，才费力地将他背在瘦弱的背上，一步一挪地往家走。等他稍稍清醒，我便轻声细语地劝他振作。他喊我滚，我就不再说话，坐在烛火下静静地做女工，一针一线都倾注着我对他的期盼，是报恩，也是因为真的喜欢他。可如今我已记不起自己爱得多深，只是觉得他也就那样吧。走吧，我跟那驾车的小厮交代了一声。等一下，白航抬手想要抓住些什么，又在半空中僵住，开口却有些局促。他早前来了信，说不愿见到你，若你回京城了，可以到李管家那边去，莫要突兀上门。心底泛起一阵凉意，我不动声色地吸了一口气，点头应好。车子终于走了，小厮回头看了几眼，告诉我老爷还伫立在原地。我没什么说话的欲望，只道注意看路。马车摇晃间，脑子里又回想起2个时辰前的事。原本我没有急着走的，白航昔日的几个同窗来府内做客，我正要去吩咐厨房准备些好茶点，好生招待，却在门前听到他们的对话。一位稍年长的兄长笑着开启了话匣子：老弟，我知道你当年为了陆燕费尽心思，可怎竟连相伴多年的发妻都愿舍了去？谁让那北齐的太子这时候将人退回来了呢？阿恒不会看着陆燕被人指指点点的，可这几年我看他们夫妻日益恩爱，还以为阿恒已经忘掉他了呢。过了会，有人提了建议：恒哥，要不再想想吧，这一期一切不也赛过回神仙吗？白航沉默了半晌，才低低地回了句：你不懂，燕儿家中若未逢变故，也是名门望族的嫡女，我岂能将她纳为妾室？我一愣，脚边不注意踢到了花盆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白航往外瞟了一眼，我急忙闪到一旁躲好。里面很快又恢复了对话。我既已决定护他，便不能给他半分委屈。至于阿若，定是不愿贬妻为妾的，那是对他的侮辱。有人叹了口气，屋里一时陷入死寂。我顿了顿，心中暗暗调侃：可你都没问过我，没问过我离开了这熟悉的府邸，抛开了多年经营的一切后，能否适应外面的世界？没问过我孤身一人该如何面对旁人异样的眼光，更没问过我心被撕裂的伤口要怎样才能愈合。你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会懂，会接受。我自嘲一笑，抬脚正要离开，里面的人又说：你既已决定，便要尽快了。陆燕是个有血性的女子，若是嫂子哭闹，她指定就不愿嫁你了。我会跟她说的。男人的声音透着不容置疑的笃定。我瞬间觉得往日那些情分都成了笑话。
客人回去后，他来找我，见我正在收拾行囊，眉头肉眼可见地松了松。尽管我极力忽视，麻木的心还是开始泛酸。好不容易收拾完行李，也终于收拾好心情，他却忽然说不用那么急。原来男人比女人还心口不一，要就是不要，不要就是要。偏偏我听懂了。小厮送我到渡口，我让他把马车架回去，解开套绳，给我留一匹马。我没有回老家，选择了去塞外的方向。挥鞭抽向马背，驾。马儿嘶鸣声中，我回首望了一眼那逐渐模糊的京城轮廓。白行，往昔的羁绊，就如同这京城的柳丝与塞外的风沙。自此风马牛不相及，你守你的繁华旧梦，我负我的大漠孤土。就此别过，两不相欠。女主视角，完。老爷，您站了许久了，进里面避避风吧。李管家的轻声提醒，白行却仿若未闻，直至那辆消失不见的马车又折了回来，眉宇间才浮起一抹松弛。粗心的女人，怕是又忘记带什么了。管家，让厨娘做些好吃的，她喜欢马蹄糕，多做一些。既然折返回，今儿也别走了，明日再走也不迟。李管家似是想要说些什么，最终却化作一声机不可闻的轻叹。送海若去渡口的小厮下了马车，匆匆忙忙走过来，老爷，小的已经将夫将海姑娘送达了渡口，这就将马车安置到西侧门旁去。白行身子微微一僵，朝着那马车看了一眼。哦，原来他没回来，他有没有交代什么？小厮脚步一顿，脸上带着些许犹豫，嗫嚅着开口，老爷，海姑娘，她一路上没怎么说话，临了只是交代小的回来小心驾车。说罢，小厮赶忙低下头，不敢去看白行略微发白的脸。白行怎么也没想到，他走得这般决绝。他早早交代了下人做好每一件事，却唯独没有给他留下只言片语。想要再问些什么，忽然又觉得没什么必要，挥了挥手，示意小厮退下。李管家在一旁想要说点什么，宫里忽然有人来传，说让白行3日后为陆燕郡主接风洗尘。白行微微一怔，得知陆燕要回国，他打点上下，满心想着去当这个接风的官。如今如愿以偿，想象的欢喜没有，却像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，连扯出一丝笑容都有些勉强。但好歹心情在那一瞬间的怔愣后平复了些许。他整了整衣衫，吩咐李管家，你去把东厢收拾出来，让人好好打扫布置一番，再换上全新的被褥、帷幔，一应物件都要用最好的。李管家一愣，可夫海姑娘才走，这……白行脸上闪过一丝不耐，休得多言，照我说的做便是。郡主身份尊贵，这东厢离正厅近，方便招待，可不能失了礼数。话语虽是这般说，心里却莫名的发虚，面上却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李管家应了一声是，便转身去安排。白行又下意识地朝马车驶去的方向看了看，好像确定不会有人回来了，才抬脚进了屋。习惯使然，白行先去了书房，刚一推开门，熟悉的绣花香便扑面而来。阿若，你又……话说到一半，他才想起那个总是在书房一角安静刺绣，为他红袖添香的女子已经走了，眼神不自觉地去寻他常坐的位置，空空荡荡，只有那把旧木椅还在。许久，他才缓过神，一步步挪向书桌，伸手拿起纸笔，正要给上级去一封书信，告假1日安排郡主的接风洗尘宴筹备的诸多事宜。手旁一本书啪的一声掉落在地，他弯腰去捡，却见书里滑落了一张泛黄的宣纸。一看，原来是他刚会写他的名字时留下的墨宝，纸上仅有一个用墨汁重重写下的横字，歪歪扭扭。往昔他为了写好这个字，在烛灯下反复练习，日子好了以后，他舍不得扔掉这些写满他名字的旧纸，每一张都用绸缎仔细包裹着，放在一个雕花的檀木盒子里，闲暇时便会拿出来翻看，好像透过那些字就能看到曾经与他相处的点滴。真傻！可是这一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白行将书翻开一看，原来是他送他的那本锦绣集。还记得前不久他说他看到了情丝难断这一节，
兴致勃勃地与他探讨其中词句的深意。原来他这是拿这张练字的纸当书签了。白航思绪飘远，一时竟忘了自己原本要做的事。直到李管家来禀告，东厢收拾出来了，海姑娘那些还未来得及带走的绣品以及平日里常用的物件，不知该如何处置，还请老爷示下。白航听闻，抹撒着书页的动作微微一顿，沉默良久，才开口道：“先收放到库房去，仔细些，莫要弄坏了。”是。李管家应了一声，却并未立刻离开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轻声说道：“可是库房潮湿昏暗，那些东西放久了，只怕也不如将西厢房的那间闲置屋子收拾出来。那屋子向阳，平日里也还算干燥通风，那些物件放在里头也能保存得好一些。”白航皱眉，他是妻，东西哪能就这么草率地搁在西厢？西厢虽闲置，可在这府里的规制里，到底算不得正房。他的声音里透着莫名的执拗，好像他的东西一旦放错了地方，就会再次辜负他一般。李管家面露难色：“老爷，现下人多势杂，东厢又临近正厅，往来频繁，实在不便专门腾出一间来存放这些。”白航一时之间竟也想不出个妥善的法子。以往都是海若操持着家里，他总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这些事问不到他头上来。可如今他走了，仅仅是安置他那些物件这一件事，便让白航觉得棘手无比。李管家在一旁静静候着，等待着白航拿定主意，就先放在库房，改日再说。李管家听了这话，点头应道：“是，小的这就去安排。”白航靠坐在椅背上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他小心地拿起那张写着横字的纸，想要将它放回那个存放着他墨宝的雕花的檀木盒子。忽然自嘲一笑，他平时这么宝贝那盒子，要走肯定也一起带走了。这般想着，他将那张纸夹回锦绣集里，把书放到了一旁。用膳时间，白航看在饭桌前坐下，丫头上来不善，却没有将他平日里最爱吃的那道松鼠桂鱼摆在他面前。以往海若在时，总会细心叮嘱丫头们这些琐碎小事，哪道菜该摆在何处，都安排得明明白白，确保白航繁忙一日能用餐顺心。可如今丫头们少了主心骨，乱了方寸。白航抬手揉了揉眉心，想要驱散这份突如其来的失落感，脑子里倏地想起他轻声叮嘱他莫要只顾着忙公务，要注意饮食均衡的话。温婉的嗓音似在耳边，可对面的位置却已空无一人。丫头们察觉到气氛不对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白航沉默良久，才挥了挥手，声音里透着疲惫：“都下去吧。”没一会儿，同僚李欢带了2坛酒前来。白兄，派你给陆燕郡主接风洗尘，想必陛下的意思也很明确了。这不，今日得了2坛好酒，我这心里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，咱哥俩今晚可得好好畅饮一番。说着，自顾自地寻了个位置坐下，熟忍地拿起桌上的酒盅摆好。白航微微扯动嘴角：“老李兄费心了。”李欢拍了拍白航的肩膀：“还是白兄有福气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能和小青梅再续前缘。我还以为你那发妻一走，你会不习惯呢，毕竟这么多年来，他事无巨细皆不用你操心。就说这每日的膳食吧，哪道菜合你的口味，哪道菜要应季而食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每次咱们几个一来，连咱爱吃啥他也晓得。逢年过节的，你家中的布置更是尽显他的巧思，热热闹闹却又不失高雅，让你在同僚面前挣足了面子。我瞧着他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虽嘴上没说，心里肯定是极为受用的。如今他突然离去，你又怎会不觉得不习惯呢？”白航闻言，手中正欲端起酒杯的动作微微一滞，眼里的情绪转瞬即逝。李兄这是哪里的话？我白航岂是那般儿女情长，轻易被俗事牵绊之人？他事事周到，那也是我花时间宠他爱他娇惯出来的。往后各自婚娶，我也轻松不少，能一门心思扑在仕途之上。说罢，他仰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只是那酒水入喉，却泛起一阵酸涩，与平日里的滋味截然不同。李欢看着他，微微摇头，顺着他的话说道：“白兄有如此抱负，自是再好不过。这酒啊，
今儿个咱们就敞开了喝，一醉方休。白航点点头，应了一声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两人就这般一杯接一杯的喝着，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某些愁绪随着酒意的蔓延，再也压抑不住，一点点地倾吐了出来。架不住醉意上头，以免失礼，李欢草草告辞。下人将白航扶到榻上歇息，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身旁的位置空落落的，少了另一个人体温。黑暗中，他伸手向旁边摸索，想要抓住些什么，可抓到的只有冰冷的空气。他睁开双眼，确定不是做梦后，笑了一声。这么多年的习惯一时难改，不必勉强自己一下子适应。翌日，宿醉的头疼如紧箍咒般缠得他难受。阿若，我头疼。他昏昏沉沉地喊着，听到的却是下人不知所措的答复：老爷，您起来喝点醒酒汤吧。他闻言，按着太阳穴的手顿了顿，险些忘了他早就走了。如果他在的，昨日怎么也不会让他喝得烂醉，就是偶尔放纵，他也能把醒酒汤喂进他嘴里。他若不配合，他便直接含一口醒酒汤，补喂到他口中，只为了为他减少些难受。白航挣扎着起身，将醒酒汤从下人手上接过来，一饮而尽。还未完全清醒，就听见外面一阵喧闹，说是陆燕一行提前进城。原本既定3日后才举行的接风洗尘宴，诸多细节尚未来得及完善。白航只得匆忙洗漱穿戴，手忙脚乱地往外走，心里懊恼自己昨夜贪杯误事。刚踏出房门，就见小厮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：老爷，陆燕郡主一行已经入了城，入宫拜见了皇上皇后，如今已到门口，李管家正在周旋，让小的赶紧来请老爷定夺。白航强压下内心的慌乱，知道了，我这就过去。朱漆大门前停着一辆华丽马车，伴着2男2女4位仆从。白航迎上前去，白航见过郡主。陆燕轻轻撩起车帘，目光盈盈地看向白航，一心想着见到故人，便让队伍连夜赶路，未曾提前告知，仓促间给你添了麻烦，你会怪我吗？不会。白航抬眸看向他，竭力藏起内心的波澜。只是府中筹备接风诸事，原是依着既定日程安排。如今郡主提前莅临，诸多细处怕是难免仓促，还望郡主多多体谅。陆燕轻轻一笑：恒哥哥，我跟你闹着玩呢，不必这样拘谨，喊我燕儿就好。说罢，他款步向前。恒哥哥如今已大有作为，燕儿果然没看错人。白航闻言，嘴角扯出一抹牵强的笑意。这一声恒哥哥让往昔的场景浮上心头。如果不是和亲之事，又或许能预料到和亲会被退回。他们之间，或许……陆燕笑意盈盈地走近，恒哥哥，今日我已禀明了圣上，他许我在此常住了。白航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触碰。府中事务繁杂，还请郡主先一步厢房歇息，容白航稍作安排。陆燕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但很快隐去，轻轻点了点头，都听恒哥哥的。他侧身为陆燕引路，不知不觉已到了原本他和海若的居所前。房前的几株海棠花是他住进来那年亲手所种，入秋了，海棠叶已染上了点点锈红。屋子的门窗上还贴着海若精心剪裁的窗花，图案或是成双成对的鸳鸯，或是寓意吉祥的牡丹，每一处线条都透着主人的巧思。陆燕眉头瞬间皱起，这屋子怎地这般肃静？恒哥哥，你这管家之人，对燕儿的喜好了解甚少啊。他瞥了白航一眼，眼神里透着嗔怪。一旁李管家急忙解释道：回郡主，老爷自是要给郡主安排最好的居所，便交代小的去办。夫，海姑娘喜好素雅简洁，故而布置的这般模样，小的还来不及命人重新装点，郡主便住进来了。是小的辜负了老爷的信任。陆燕走近，一把将那些窗花扯掉下来。这些小孩子家的玩意儿，不要再出现在我跟前。那些花儿也不好，换成牡丹。是。李管家即刻手忙脚乱地清理起来。白航心里像是被什么揪住了一般，不过他也知道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想着也就无所谓了。陆燕问：恒哥哥不会舍不得吧？他似笑非笑，
目光中带着几分试探。一切但凭你心意便是。陆燕脸色这才缓和了些，又命下人换上从宫里带来的那些奢华璀璨的装饰，仆从伶俐地开始动手。没多久，就有公公手捧明黄色的圣旨，脚步匆匆而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陆燕郡主心系白行，才得俱佳，准予入住白府。不日将行赐婚，望二人琴瑟和鸣，共谱佳话。钦此。白行谢恩的话脱口而出，脑子里却一片混乱。此番北齐退亲，说是识破陆燕并非公主。退亲一事上，无疑给了大昭朝廷一个下马威，让我方挫伤颜面。按北齐皇帝的意思，大昭是主动放弃以联姻的方式谋取和平的。话里话外，无非是想寻个由头开打。即便此次被退婚不是陆燕的问题，可圣上若迁怒于他，说他不懂蛊惑北齐军心，为国分忧，他也是要吃瘪的。原本自己想要托公主帮忙求个情，让陆燕恢复平民身份，嫁给他，以保他周全。这一切比自己想象中的顺利得多。陆燕笑语嫣然，恒哥哥，往后可要多多关照啊。白行应了一声好，却始终觉得自己置身于一场荒诞的梦境之中，怎么也醒不过来。周遭的一切明明是他渴望得到的，可为何胸膛里那颗心却像是被一层厚厚的阴霾笼罩，沉甸甸地坠着，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他想，或许自己只是不适应而已，就如当年高中，不也是一时之间难以习惯身份的骤然转变吗？那时海若为了给他一方宁静，与纷至沓来巴结讨好的人巧妙周旋，不动声色地为他挡去诸多麻烦。置身于权贵云集的名利场中，他从未露怯，始终以端庄大方之态支持着他站稳脚跟，融入新的圈子。想到这里，白行心静了下来。海若这样坚韧好学的女子，到哪里都是吃香的。想到日后她会嫁一人为妻，共度余生，他怅然若失。但他相信，若有那一日，他一定是第一个祝福他的。夜深人静时，白行独自躺在书房的卧榻之上，思绪飘远。陆燕低气声忽然自门外传入：恒哥哥，呜呜，燕儿做噩梦了，有好多看不清面目的人围着我，他们张牙舞爪，嘴里还念叨着我不该抢别人的夫君，我好害怕。白行急忙开了门，女人眼眶泛红，楚楚可怜地望着他。恒哥哥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只有在你身边，我才能安心。说罢，他便扑进白行的怀中。白行心中一紧，脑海中却闪过海若温柔浅笑的面容，手在空中顿住，只能强压下内心的不适，莫怕，梦都是假的。陆燕不依不饶：真的吗？恒哥哥，海若真的不会觉得我抢走了你？怎么会？海若她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陆燕的一句不是，她只是安静地接过放弃书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心里还突突地跳个不停，你就抱抱我嘛，就一小会儿。白行无奈，只得轻轻揽住他的肩膀，僵硬地拍了拍。陆燕靠在他怀里，白行竟觉得每一秒都无比煎熬。待陆燕的呼吸平稳，像是睡着了，白行才缓缓松开手，小心翼翼地将她安置在榻上，转身出门。翌日醒来，陆燕觉得书房的布置太过素淡，命人将海若精心挑选的帷幔、摆件统统撤下。那是白行平日里最常待的地方。海若知晓他喜好清静雅致，便花了许多心思布置。淡蓝色的帷幔轻柔地垂落，恰到好处地遮住日光，又添了几分静谧。桌上的摆件皆是他一件件精心淘换来的，还有那尊小小的白玉貔貅，据说有镇宅祈福之效。海若特意摆在显眼处，盼着能护佑白行仕途顺遂。可陆燕觉得这些太过小家子气，衬不出白行如今的地位。这书房不能这般清汤寡水的，恒哥哥整日在这儿处理公务，看着的多憋屈啊。白行刚踏入书房，就看到这混乱的一幕，想要阻拦，却又硬生生地将话咽了回去。他知道日子不该一成不变，人也是。恒哥哥，你来啦。白行看着那些熟悉的物件被粗鲁地搬离，心口仿若被冷风灌过，一阵难以言说的空落之感涌上心头。恒哥哥，你看我这么一收拾，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？以后你在这儿办公，
肯定更舒心。白航点了点头，燕儿费心了。随后他似乎有意逃离，便去上朝了。朝堂上同僚有祝贺有调侃，白航只能拱手一一回礼，口中说着谦逊之词，心思却几次飘远。赐婚圣旨已下，根据二人的生辰八字，特赐于3个月后完婚。得知婚期不近，白航第一反应竟是松了一口气。或许他是想要多花点时间筹备婚礼吧。毕竟当年娶海若的时候，只是在简陋的屋舍之中，请来邻里乡亲做见证，没有凤冠霞帔，仅着一身海若亲手绣制的素净红裳，几张木桌拼凑，摆上自家腌制的小菜，热气腾腾的粗面，宾客们吃得倒也畅快。虽是寒酸了些，可那时的心意是真，海若眼中的欢喜是真，两人紧紧相依的温暖也是真。念及此处，白航甩了甩头，罢了，过去的已然过去，如今我既已应下这门婚事，便该全心对待。他喃喃自语，像是在给自己打气。回府时，天色已近黄昏，李管家匆匆迎上前来，老爷，郡主今儿个喊了好些人，把库房收拾了一遭，觉得逼仄，把很多东西一股脑给烧了。白航眉心微微一蹙，转瞬便舒展开来，他自有他的考量，由他去罢。说罢，便径直朝书房走去。没等他在书房坐稳，李管家又跟了进来，脸上带着几分不忍与焦急。老爷，海姑娘的东西也被烧了。白航正伸手去拿桌上书卷的手微微一僵，片刻后，他淡淡的应了一声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待李管家退下，白航在书房中呆坐，不知何时，他已站起身来，朝着库房的方向走去。还未靠近，便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。库房前的空地上，熊熊烈火正吞噬着一堆杂物，噼里啪啦作响。陆燕站在一旁，指挥着下人继续添柴。白航的目光扫到他手中正欲往火里扔的一个木盒，那熟悉的雕花让他心底一震。不及多想，他身形一闪，急忙冲过去抢夺。陆燕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手一松，木盒稳稳地落入火海里。白航本能地朝着火海扑了过去。一旁的下人们见状，惊呼出声：“老爷，危险啊！”陆燕也回过神来，焦急地喊道：“恒哥哥，快回来！”白航仿若未闻，慌乱中终于摸到了木盒的一角。就回来时，木盒的边缘还带火星，他顾不上烫手，急忙用衣袖扑灭。打开盒盖一看，里面的纸张有几处已被烧焦，但万幸，大部分字迹依旧清晰可辨。指尖轻轻抹挲着上面的横字，他有些窒息。曾经他在身边时，这些细微的爱意如同空气，时刻围绕却不被察觉。如今他离去，这简简单单一笔一画，竟有千斤重压的他呼吸艰难。愣了许久，他才回过神，这个不能烧，他许是忘记带走了。海若素来将这些就只视为珍宝，称这是独属于他的记忆，珍贵无比，一定是忘记带走了。陆燕娇嗔道：“恒哥哥，这不过是个旧盒子，脏兮兮的还占地方，烧了便烧了，何必这般大惊小怪？”白航似乎没听见。陆燕见愈发气闷：“恒哥哥，你今日这般袒护着旧物，莫不是心里还想着海若？我才是要与你成婚的人。”他这才抬眼，日后莫要再动海若的东西。陆燕冷哼一声：“哼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全都烧完了。”白航闻言有些愕然：“全烧了？也好，省得不知道将它们安置在何处。只是这个盒子，他得还给海若。”陆燕气急败坏：“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他，那我算什么？”白航斟酌片刻，才缓缓开口：“郡主，大婚自是如期举行，只是这盒子承载着我年少时的一些回忆，与男女之情无关，还望郡主海涵。”陆燕听他喊自己郡主，心中隐隐不安，不敢再咄咄逼人。回到书房，白航抱紧盒子，沿着墙边缓缓蹲下，喃喃自语：“阿若，你瞧我，差点弄丢了你真爱的宝盒。”陆燕有些不满白航近来时常心不在焉的状态，总觉得他和以前有点不一样。好在就要成婚了，他的下半辈子不用再蹉跎。白府经过2个月的折腾，从厅堂到寝室，焕然一新。陆燕已经完全带入白家主母的身份，
下人们也都谨小慎微地跟随着他的指令行事。还有不到3日便要完婚。白行处理完公务回府，刚踏入后院，便听见一阵布料撕裂的声响。走近时，便见陆燕正拿着一把剪刀，对着一袭红衣肆意裁剪。恒哥哥，你回来了。这就婚服样式也太土气了，留着占地方，我瞧着这料子倒还不错，裁一裁，正好能做成我新裙子的裙摆，肯定好看。白行脸色微微一滞，有种痛意直达心底。等等，那是当年海若一针一线亲手绣制的婚服。陆燕没有停手，撇嘴道：“咱们马上就要成婚了，自然要用新的物件，这旧东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”白行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剪刀下去，剪断了那绣着鸳鸯的领口，心中忽然一阵阵地揪痛。他张了张嘴，正要说什么，门外有小厮来报：“老爷，去起线的人回来了。”白行顾不上许多，匆匆几步跨到门口。不一会儿，那小厮便风尘仆仆地迈入书房，他额上还挂着舟车劳顿的疲惫。“老爷，小的在起线寻了个遍，把海姑娘可能落脚的地方都找了，亲戚家、旧相识处，可实在是没找到。”白行眉头一皱：“不过是叫你送些用度过去，这么小的事都办不好，海父海母的坟前可去寻过？”“寻了，附近的村民说海姑娘根本没有回去上过坟。”白行微微一愣，心中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海若她是不是不开心了，所以躲了起来？不，她不是这样没有分寸的人，她向来是个乖巧的持家娘子，对公婆孝顺有加，与邻里相处和睦。她相信，就算他说要那几门妾室，她也会替他妥善安排好一切，不会有半分怨言。她就是这样一个温婉大度的女子，满心满眼装的都是这个家，还有他这个夫君。思索之际，陆燕像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。“恒哥哥，你看这江南裁缝做的大婚的喜服，刚刚送来，你觉得好看吗？”白行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，没有回应。陆燕这才察觉到他的异样，皱着眉头问道：“恒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太累了？”白行深吸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处理公务有些乏了。”陆燕将信将疑，没再多问，开始兴致勃勃地说起大婚的筹备事宜，从宴席的菜品到宾客的名单，事无巨细。白行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，思绪却早已飘远。他在想，海若是知道他另娶了，会不会恨他的薄情？可海若不是早就知道了他要娶陆燕了吗？自得知寻不到海若后，白行又派了2队人去可能寻得到他的地方找，皆无果。他愈发沉默寡言起来，冷不丁地发现海若的东西好像全部都被清理完了，他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府上存在过。婚期将近，白行却有些执拗，找来李管家。海若最是听话，许是已回京城，只因我嘱咐了他不要贸然来府，他才没来。他是不是去找过你了？李管家抹了一把汗：“老爷，海姑娘的确没有找过我。”白行哦了一声，又想到什么，他素来讲礼数，明日他要是来祝贺，你切记让下面的人莫拦他，燕儿那边我会解释。是。还有，你去把西厢房按照东厢以往的布置再装饰一番，到时候他回来了可以暂住。可是老爷，郡主把西厢房改为专门的接待贵客用房，重新修缮了一番，说是改日要接他的姑母来住一段时间。白行将茶杯砰的一声搁在桌面上，这府里的事，他如今倒是操心的周全，我不过是想着给阿若留个熟悉的地方。他离家这些时日，回来若见一切都变了样，该有多伤心。李管家从未见过当家的这般盛怒，急忙道：“小的这就去办。”窗外微风轻轻拂动窗帘，带进来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。白行起身关了窗，回头时瞥见书房角落里摆着那几本他常翻的书，他不自觉地上前拿起一本，看了几页，很是无趣。没想到翻到后面，竟是海若的日志，娟秀的字迹似乎还带着温度，每一则都饱含着他对这个家的期盼，希望婆婆身体康健，祈愿白行仕途顺遂。一页一页地看下去，白行心也跟着越揪越紧，到最后他的手猛地一抖，书页差点滑落。他惊恐大喊：“来人，
去把李管家找来。白航打翻面前的茶盏，滚烫的茶水溅湿了他的衣袖，他却浑然不觉。你还不如实招来，安若怀了身孕流产了。那几日你们为何要骗我她感染风寒？日志里他只写了一句话：恒郎，我失去了我们的孩子，往后余生各自珍重吧。他是他的枕边人，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李管家跪着磕头，是海姑娘不让小的说。她说会影响您和新夫人的感情，小的也就没有。原本夫人满心欢喜要去告诉您这个喜讯，但是看到您藏在抽屉里的放妻书后，太过激动，一时不慎摔了一跤，孩子就这样没了。那一瞬，白航只觉五雷轰顶，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。不是的，不是那样。抽屉那封放妻书是刚成婚时他一无所有，不想耽误海若写下的。只是海若不离不弃，总是笑意盈盈地宽慰他，未来一定会好起来，这才让他愈发不舍得松开他的手。一放多年，他自己都忘了自己写过这放妻书。新的放妻书是在他走难日写的，写着这些年对他的亏欠，盼他能原谅自己，不能陪他到老。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，他都写了，他都放弃了他了。千言万语哽在喉咙，化作无声的泪水潸然而下，眼前不断浮现出海若当时绝望无助的面庞，自己那时的心思全然放在陆燕进京的事上，连他卧床几日托辞说是感染风寒，他竟也傻傻的信了。他颤抖着双手继续翻看着那日志，后面的几页字迹愈发凌乱，看得出主人当时情绪的崩溃。有几行字，墨水甚至晕染开来，像是被泪水打湿。白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，滴落在书页上，晕开一片斑驳。窗外天色渐暗，乌云聚拢。白行抱紧怀中的书，瘫坐在地。他似乎开始理清一些思绪了。当年他能振作起来，是海若鼓励自己，你只有走仕途之路，才有能力去抢回自己的女人。他深记着海若的这句话，日夜苦读，从寒门学子一步步跻身朝堂。可事实上呢？自己对陆燕早已没了男女之情，有的只是年少时那份未尽的执念。如今执念成真，他只觉索然无味，满心都是对另一个女人的愧疚与思念。陆燕听闻白行闭门不出，特意赶来。原本明日大婚，今夜该避嫌，可他心中不安，生怕出了变故，影响自己嫁入白家，也顾不得许多。见白行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他咬了咬牙，将白行扶至床边。白行好像看不到他，行尸走肉般任人摆布，直到女人开始宽衣解带，往他怀里靠。恒哥哥，你我明日便成婚了，今日良辰，莫要辜负。白行这才回过神来，侧身避开，声音透着疏离：郡主，你自重些，待到明日成婚，自是夫妻该有的礼数都会有。陆燕脸色一僵，心中羞愤交加。恒哥哥，你若还这般心系海若，可别怪我心狠。你别忘了，海若那模样与公主更为相似。若是我向皇上进言，让海若去和亲，他可就必死无疑了。白行心中一震，瞪大了眼睛看向陆燕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我已答应与你成婚，让他不要再出现在你跟前，你为何还要如此苦苦相逼，赶尽杀绝？阿若他从未得罪过你，当初还想着替你去和亲，你却这般容不下他，你怎会变得如此狠辣无情？陆燕微微扬起下巴，眼中满是不屑。你答应我？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你无非就是想要就着这借口，与我再续前缘，又能心安理得地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陆燕将白行那点心思剖析得淋漓尽致。白行不愿承认，他踉跄了一步。陆燕，你若是敢造次，我便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放过你。白行咬着牙，一字一顿地说道。陆燕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，却不服输。哼，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是你能护住他，还是我能达成所愿。说罢，他甩袖转身。白行只觉得满心悲凉。踌躇之际，同僚李欢匆匆赶到，神色焦急：白兄，宫内有事，紧急召唤，快随我入宫。白行来不及多想，只得起身随李欢而去。一路上，李欢见白行神思恍惚，
忍不住开口：“白兄，你明日就要大婚，按理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你怎么愈发憔悴了？”应是睡得不好的缘故，他敷衍了一句：“不要是挂心另一人才好。那日和你畅饮，最后你喊了很多遍阿若，我还以为你放不下。”白航没有说话。你可知，当年海若其实托我帮忙找过陆燕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，他没说跟你说吗？李欢有些诧异，当年陆燕被选中入宫，他去找过陆燕，希望他在宫内打点一番，或许能换自己进宫，替陆燕去和亲。可陆燕不愿将郡主之位拱手相让，还把海若羞辱了一番。他让海若跪在地上磕头，磕的头都破了，结果一句滚就把他打发了，看着都心疼。白航脚步一顿，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某日海若回来时，额头青紫，淌着血，却强笑着说自己摔倒了的画面。他理智几乎要被焚尽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李欢叹了口气，你当时无法振作，海若让我暂时别说，要给你一个去夺回海燕的动力，我这才，谁知这一瞒这么多年过去了。白兄，先放下此事，当务之急是先入宫应对。白航强压下心中的悲戚，点了点头，加快了脚步。入宫，他要入宫跟皇上请罪，他不娶陆燕了。他要去找他的阿若，告诉他，他爱的人是他，唯有他。他一定在某处等着他去接他回来呢。白航心急如焚，步伐匆匆，袍角随风翻飞。待到了御书房前，他稍稍整理衣衫，才稳步迈入。皇上正翻着折子，见他进来，抬眸注视片刻，开口道：“白爱卿，你可知朕唤你何事？”白航撩袍跪地，叩首行礼：“臣听闻是与边关局势有关。北齐太子听闻镇北军中有一绣娘样貌与我朝公主极为相似，便起了寻衅之心，公然放言要将此人抢回北齐。”皇上顿了顿，再度看向白航：“朕早前听闻你夫人貌若公主，久也忘了，难不成那绣娘真是你之前的夫人海若？”白航微惊：“皇上，这是不是巧合呢？边关的画师送来的画像，你自己瞧瞧。”太监将画像捧了过来，只一眼，白航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皇上将白航的反应尽收眼底，看来并非巧合啊。白爱卿，你倒是给朕说说，他跑去那等地方做什么？白航回过神来，赶忙伏地叩首：“皇上恕罪，是微臣糊涂，在感情之事上摇摆不定，与海若生出了嫌隙，微臣直至今日才知他竟身处边关险境之中。皇上震怒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连家事都处理不好，如今因你这后院之事，险些给朕的江山带来大祸。那北齐太子向来骄横，此次抓着这个由头，怕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，边境百姓又要受苦了。”白航连连磕头，额头上很快就出现了一片红肿，恳请皇上准许微臣即刻前往边关，微臣定当竭尽全力，将海若安全带回来，绝不让北齐有借口生事。白航离府当日，陆燕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般掉落，她哭喊着：“我不依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你怎可如此狠心？这大婚在即，你让我如何自处？”白航身姿挺拔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冷眼看着眼前的女人：“你既追求你的荣华富贵，便不要回头。此番我要奔赴边关寻他，往后的路，你我再无瓜葛，盼着早日与他相见。”他心急如焚，日夜兼程，辗转到了边塞。白航消瘦不少，怀里护着那个雕花木盒。此刻他满心都是阿若，顾不上体面，不加修饰就去了军营。可绣娘里根本没有一个和海若相似的人。他辗转才得知，朝廷那边已经收到最新消息，北齐太子之所以把陆燕送回来，是因为他不堪寂寞，与属下私通。太子扣住了他的孩子，将陆燕送回来当奸细。边关消息被北齐细作截获后，陆燕自发献计，故意将海若的画像呈上去，制造北齐太子是因和亲之事不满，才在边疆作乱，让边疆百姓对大昭君主舍不得公主的事心怀不满。如果大昭皇帝主动引发战争，那么北齐就可顺理成章地挥师南下。得知这一消息，白航眼前一阵发黑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他曾有过几分情谊的女子，
竟是这样一个不忠不义的小人，险些害了阿若。陆燕，你怎敢如此？海若虽然没有在军中当绣娘，可白航有种预感，他感觉海若离他很近很近。他留下来打听海若的下落，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。可流连塞外多日，仍是没有半点消息。那股压抑和绝望的情绪在心底蔓延开来。无人的角落里，他几度红了眼眶，酸涩的感觉直往鼻子里钻，却只能强忍着不让泪水落下。他害怕一旦落泪，就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寻找。阿若，你在何处？声音被呼啸的风声裹挟着，很快便消散在这茫茫天地间，得不到一丝回应。想着或许他已回京寻他，他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，一刻也不敢耽搁，马不停蹄地赶路回去。一来一去，数月过去了。这数月里，他风餐露宿，人愈发消瘦憔悴，却始终盼着等他赶回京城时，能在那熟悉的街巷中看到那熟悉的倩影，那样一切就都还来得及。回京时，得知陆燕已被投入大牢，不日问斩。白航去探监，二人一见面，他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将他狠狠拎起。陆燕吓得脸色惨白，恒哥哥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北齐太子拿我的孩子威胁我。白航眼中满是鄙夷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不择手段，如今还有脸求饶？陆燕涕泪横流，恒哥哥，你变了，以前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站在我这边。难道不是因为你太窝囊，护不住我才被迫去北齐和亲吗？我一个人那么孤单，只好，这能怪我吗？够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阿若去找过你，是你舍不得郡主的头衔。白航猛地松开手，陆燕瘫倒在地。受陆燕的牵连，白航被罢了官，但他极力保住了白府，因为那是海若的家，他怕他回来后这里换了人，那就找不到他了。与海若相处的过往在脑海里一一闪过，他守着宅子，等着，盼着，不相信自己已经弄丢了他的阿若。番外女，我捡了一个北齐的受伤的士兵，怕被大昭军队发现，只好住进隐秘的山里。那日我本想去营帐求个绣娘的活，给将士们缝补那破损的战袍，也算是为守卫边疆出一份绵薄之力。谁知北齐军队忽然突袭营帐，四处都是喊杀声、马蹄声，箭矢如雨般落下，我慌不择路。是那个北齐士兵替我挡了一箭，后来我才发现他中箭之前已经挨了2刀。我急忙将他往附近的山里拖，用树枝和藤蔓做了简单的遮掩。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厮杀，我吓得浑身发抖。那士兵有些虚弱，却轻声安抚我：别怕，若是被人发现，你直接杀了我就能逃过一劫。他说罢，把匕首塞进我手里。我还是好怕，可我不得不镇定下来。在大昭的地盘救了一个北齐的士兵是犯了大忌，可是我不得不救他，他毕竟为我挨了一箭。趁人少了，我急忙找了个安全的山洞，将人安置下来，用以前跟着医书自学的技巧给他简单处理了伤口，边告诉他，你别放弃，我找准机会就把你交给北齐的人，让他们接你回去。他气息奄奄，还说着让我别管他，免得被野兽吞了的话。熬过几日，他终于彻底清醒。那日我刚好打听到北齐和大昭要交换人质，乐道：你可算醒了，快些，你有机会回北齐了。他目光躲闪了一下，嗫嚅着说：老姑娘费心了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大恩未报，我不能走。我瞧着他那羞涩的模样，像是没和女子相处过，不禁莞尔。你救我在先，我才救了你，哪里有那么多恩要报？他结结巴巴地回道：我不愿亏欠姑娘。他坚持不走，我也无解，毕竟腿长在他身上。见他能照顾自己了，我准备按计划去营帐找个绣娘的活计，可他非要跟着我，怕生出事端，大家各退了一步。最后他在林间搭了2间木屋和一个小院，我们就这么住了下来。我弄了一些菜籽，种起了菜来，他则负责打猎。每次把猎物往地上一放，笑着对我说：姑娘，今晚有肉吃了。我看着他的靴子坏了，便花了几日功夫给他绣制了一双新的。他像捧着稀世珍宝，姑娘这手艺真是绝了，我
我何德何能？那日他去集市采买物资，看到一个人拿着我的画像在找我，回来后脸色凝重地把我拉到一旁，说：姑娘，有人在找你，你要记得，任何时候你只要说是被我胁迫的就行。我慌乱的心安定下来，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不想离开他了。那种感觉或许不是爱，而是一种在这动荡乱世中寻到的安稳港湾，是历经风雨后紧紧相依的本能。也不知道多少年过去了，我终是和他对着大漠拜了天地，还生了一孩子。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他冲进屋，眼眶湿润地握住我的手。阿若，辛苦你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定护你们母子一生一世。我望着他，眼中含泪，笑着点头。即便曾经被爱伤得那么深，可眼前这个男人用他的担当和温柔，一点一点地填补了我内心的空缺。我是幸运的。番外南，白府落败数年，白航时常陷入往昔的回忆。他总是迷迷糊糊地想起初次遇见海若时，自己不过是个看似风光的穷秀才，三餐难继，却为了陆燕把那小女孩骗到了自己身边，待她好，只是为了让她以后心甘情愿地报恩。他没发觉自己早就已经爱上了她。想着他堕落那段时间，他无怨无悔地陪着他，为他缝补破旧的衣裳，照顾他生病的母亲，省吃俭用，从牙缝里挤出铜板，帮他购置笔墨纸砚，鼓励他考取功名。阿若，若我当初能紧紧抓住你，该有多好。白航喃喃自语，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打磨过，泪水时常在那深陷的眼窝中打转。他恨自己的愚蠢，恨自己的贪婪，亲手将这世间最珍贵的宝贝丢了。如今病魔缠身，他仍拖着这副残破的身躯，日复一日地等着他回来看一眼。身边的人都劝他放弃，说海若或许早已不在人世，又或者早已有了归宿，总之流落他乡，难寻踪迹。他执拗地摇头，不，阿若一定还在，他就在某个地方等着我，等我身子好些，我就去找他。白航的病情逐渐恶化，那日朋友来看他，说起北齐的事，边境又开始动荡不安了。北齐那位被太子迫害的二皇子，消失几年后，竟领着他的夫人和孩子回去继位了。他爱好和平，所以坚决召回军队，休养生息，还为了他那位患难与共的夫人废除了后宫，也算是吃人一个。不过这幅北齐新帝心后的画像似乎有些奇怪，这女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白航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看着画像低唤着阿若，双眼合上时，眼角滑落一滴浑浊的泪，带着一生的悔恨与思念，定格在这被人遗忘的府邸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